欢迎收看科普医美新知。当当，好，今天若宁戴着这很可爱的猫耳朵，其实是为了掩饰她的真眼。对，很烦，你不要讲出来啦。我们今天给大家介绍额头拉皮。大家如果看过我们之前影片，应该知道额头提升方式大概可以归成4大类。大家有印象吗？可以回去看之前的影片。第一大类就是所谓的内视镜额拉，第二大类冠状额拉，第三个8mm 额拉，最后一个就是只有单纯提眼尾。这4个什么不同？我们在另外一个影片讲得很清楚哈。其中冠状额拉有所谓的新式冠状额拉，跟传统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，我们那个影片有介绍。8mm 额拉是一个更新的方法哦，因为很小的伤口，它适合初老的症状，他觉得眼皮有些下垂，又不想要等到更严重再手术，那就可以用这种很小的伤口。所谓的提眉眼尾，只有单纯拉眼尾的手术，很多医师不知道额拉可以只拉眼尾，他们拉一定就要拉上面。可是大部分人其实都是眼尾先下垂。我们常遇到很多人，他眼尾下垂，眼皮本身没有垂得很严重，这个时候他只要提眼尾就好。那有没有方法用一个小小的伤口解决这个问题？可以。这个在我们之前影片就有讲了。那今天我要讲的就是内视镜额拉。大家讲的内视镜额拉不是之前就讲过了吗？没有。今天要讲的是一种新式的内视镜额拉的方法。变美的方式从仪器、注射、微创到手术有各式各样的方法。一个只会注射的诊所没法给你全面的处理，一个只强调手术的医师也不能给你完全的建议。提供全方面的知识，打破商业化的谣言，选择最适合的建议。很多人听到内视镜额头拉皮，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？五爪拉皮。对。还有什么八爪，有的没的，就是这些东西嘛哈。我这里要强调一下哦，很多人来就说我要做五爪拉皮，其实五爪是我们在做内视镜额拉里面用的其中一个器械。我们来看一下哦，所谓的五爪拉皮哦，它其实是我们在做内视镜呢，把它往上提的时候，我们要固定上去，固定用的这个东西长得像一个五爪金龙那个五爪，所以叫五爪。所以五爪拉皮其实不是手术，五爪拉皮这个指的是我们在内视镜额拉里面用的固定的器械、固定的工具。可是五爪拉皮呢，它有一个缺点，什么缺点呢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。传统的内视镜额拉用的就是五爪来做固定，像这样我们把它固定在额头上面，然后把它往上做一个提升，咔咔，这样做一个固定。它有什么好处？它最大好处是医师比较方便，我们把它固定在这里，然后就可以用来提升正下方垂的部位。问题来了，就像这个影片里面讲一样，它没有办法很客制化。什么意思？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个五爪装在这个位置，那它提升的就是它正下方这个位置。如果今天我把这个五爪把它放在这个位置，它提的就是这个位置。这里面就有一个问题了，你想要提哪里，伤口就要在哪里。比如说今天有一个人他眼尾比较垂，这个地方外侧的眼皮跟眼尾比较垂，这个时候我的五爪是不是就要装在这个位置？你的伤口是不是就要在这？那问题来了，有很多的人他这里是 M 型凸 ，M 型凸你把伤口开在这个地方，伤口不就人家看得到吗？而且五爪拉皮它的原理是什么？五爪哦，我把它装在额头这个组织，刚刚那个影片有看吗？把这个下垂的额头往上固定，咔咔固定，这就是五爪拉皮的原理。这个动作会让你的发际更往后退。大家 catch 到重点没有？我们讲眼尾的部分通常是最容易垂的地方，但是眼尾对上来这个发际也常常是最容易凸的地方。如果你今天用五爪拉皮，我为了要拉这一块，我把伤口放在这里，把它往上拉，结果这里发际又更往后，你救了你眼皮的下垂，却加重了你的 M 型凸。这个就是传统内视镜额拉很大的问题。很多人很在意眼睛垂，他想说我去做五爪拉皮，做完以后发现我的秃头看起来变得更严重。那有没有一个方法可以任意调整伤口的位置，又可以达到拉提的效果，可以避开你秃头的位置，甚至额拉的时候同时把你这个秃头做一个改善？有没有这个方法？有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讲新式的内视镜额拉的第一个优点，它可以随意改变你伤口的位置。什么意思？以前内视镜额拉，我要拉这个位置，就是伤口要在这。今天不是哦。今天如果这个地方头发比较少，我不想要把伤口放在这个地方，我想把伤口放在内侧一点，但是我想要拉这个地方，有没有办法？你去很多诊所，他会跟你说这个没有办法。
没有两全其美的方法。有方法，我们用什么方法呢？这个方法7月份我去美国演讲，我要发票。我们这方法是这样子我们现在不是用五爪去固定，我们用的是一种生物可吸收性的网膜。那这怎么做呢？传统的五爪拉皮就是借由这样往上去固定。那我们现在呢，可以任意选我想要的位置。我在里面用内视镜做完之后，我要往上固定的时候，比如说我今天要拉这里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伤口却放在这里，我不就不像以前的五爪它的原理就是用钉的。用钉的，除了我刚刚跟你说它的伤口没办法随意选择位置之外，它还有一个问题，我不是那么喜欢用，也有这个原因。五爪钉大概10个月吸收，可是这10个月内你有时候去摸到它就会刺痛，会不舒服。因为这样我们才改良这个方法，我们变成用一种柔软的生物网膜，从我们选定的伤口进去下面，把它做一个整片的上移。因为它是整片的网膜，所以我们可以去改变网膜铺设的方向。比如说我今天伤口虽然在这，但我要拉这，我可以改变我网膜铺设的方向，一样可以把它做上拉。我们甚至可以一个伤口在这，同时把好几个位置用不同方向的网膜做一个固定，那它拉提的效果更全面。它不像以前五爪拉皮，有些人他做完的特别会这样，因为它可以拉提的范围没有那么大。对，因为五爪拉皮它伤口眉尾这个地方比较垂，那我就在用在上面。但是当你五爪钉在这里的时候，它最强的力量就是它下面这样，内侧这里就拉不到，所以做完就会这样。可是我们现在用这种网膜的方式，因为它是整片，所以我们可以做到，可以只拉这，我也可以只拉这，我也可以是平行上去的，变成它是可控的。我可以选择伤口的位置，有可以这样子去调整。我们在跟客人沟通完以后，我可以去调整他今天想要加强眉尾的部分，还是想要加强内侧的部分，还是他想要整个平移，我们可以这样控制。而且这个网膜它也是会吸收的，它术后维持的时间不会比传统的五爪拉皮要差，但它又有很多优点。它一个优点是这样，你想想看今天如果伤口在这个地方，我今天把它往上，然后用这个五爪去钉住它，钉住在这个地方，我们钉的是比较高的位置。我们知道力量传递的时候会有一个递减的作用。我今天固定点在这，最强位置一定在这，到这个地方的时候，往上提的力量其实已经减弱了。这个就很像如果我们今天要拔河，这个线它本身是不是有一点弹性？我们的组织是不是也有弹性？我今天拉，我用力拉，感受到力量最强的是这里还是这里？越靠近我拉扯的地方是不是越强？到传达到你那里去的时候，它就变弱。比如说我这里用力拉，我用了100吨的力，在这一段它感受到了90吨的力，到你这里的时候，它可能只感受到30吨的力。所以我这样用力拉扯的过程中，最强的拉扯力一定是靠近使力端最近的地方。一样的道理，今天我用传统内视镜拉皮，我放在这里的时候，拉力最强的地方在这，到下面这里它已经递减了。这个是我们要的吗？你今天要来做，你希望拉的是这里还是拉的是这里？你当然希望拉的是这里。传统的五爪拉皮它有一个问题如果希望它这个地方的眼皮往上拉2mm、3mm， 发际线会往后退5mm 到7mm， 因为传递到这里来的时候它已经减弱了。你上面要拉比较多，可是我们今天用这种轻式内视镜的拉法，我们用这种生物网膜就没有这个问题因为我不是只有固定在这，我这个网膜是铺设到下面去。这个网膜本身是没有弹性的，所以它的力量传递很直接。这个地方拉多少力量，到这里就是拉多少，所以不用像传统内视镜那样，上面拉得好绷好紧，结果下面这里好弱，所以它的效果更好。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效果我刚刚说我可以任意改变我的伤口位置，对不对？我还可以借由这种方式来改善一些发型。比如说我们来看，像这个是 M 型凸，很厉害，比较上面。如果你今天做的是传统的内视镜耳拉，你要拉这个位置，这个地方会往后推得更厉害。那你说好，把伤口用内侧一点，可能就不一定拉到我想要的。那今天呢，我用这个方式，我可以任意选择位置，我甚至可以任意改变伤口的形状。什么意思？传统内视镜耳拉它的伤口都是一条这样直的，那像如果我今天遇到这样 M 型凸，我就可以把伤口设计成 V 型。
然后我在额拉的时候，同时我可以把发髻往前拉，他头发看起来就没有那么的 M 字秃。我们再看，比如说像这个，它本来是很高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今天用内视镜拉皮，你要担心发髻更往后。但是我今天用这种新式内视镜额拉，我可以把伤口设计成 V 型的这样子，然后把头发往前拉，做完以后，他头发看起来反而是比较多的。一样的道理，今天有些人呢，他是这个样子，它是中间这个地方比较凸，那我就可以设计它的伤口。以前我们传统的内视镜拉皮是要4个伤口，那今天遇到这样，我就可以设计成我只要中间这里一个比较小的伤口，两边各一个，3个伤口。藉由这种方式，我可以伤口在这儿，然后我可以从这任意去调整说，我要拉这还是拉哪边？然后我可以同时把中间这一小段的伤口把它往前拉，让它的发系看起来会比较低，这是可以做得到，然后伤口又不用那么的大。我们再看，这是另外一个 case。其实现在女生 M 型度很多，我就可以把伤口设计成我要的形状，不用像传统的内视镜拉皮，传统的内视镜五爪，它一定是直的，它没有办法改变你的发髻形状，它只会让你后退。那我可以借由这种方式，让它的发髻看起来往前，用的就是这样一个生物网膜去调整我们要拉的位置，去决定我们要的伤口的位置，然后去改变我们的发髻的形状。这是传统内视镜额拉做不到的。传统的内视镜额拉，它要做的是什么？改变我们的眼皮垂跟眼尾垂。我这里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，大家看过我们之前的影片，我一直在强调，我们在做中下点的时候，剪皮不等于拉皮，剪皮甚至可以说是一种假拉皮。你知道内视镜额拉也有假额拉吗？因为我也开到很多啊，就是那种额拉才做了1-2年就掉下来了。你知道问题很多的，你看你表情马上就有，你是不是常遇到？很多。然后就跑来，他说他做过额拉，做了几年，10年了嘛？没有2年。对。有的所以说我去年才做的，这是不是验证我们常常说的没效才是最贵，对不对？对。然后他们才看到啊，或者是朋友介绍才跑来找我，我帮他打开一看，我就发现，他做的就是假额拉。你不觉得很神奇啊？现在什么东西都有山寨，然后诈骗集团非常多，居然连这种东西都有假的。什么叫假额拉？我之前影片有讲过，有效的内视镜拉皮要什么？画韧带，详细的内容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。我们的眼眶上面这有一个韧带，这叫做眼眶固定韧带。你如果今天没有跨过韧带，隔着韧带去拉，你的眼皮一开始会有效，可是因为你的韧带没有跨过去，所以力量很快就会衰减，它很快就会掉下来。假额拉，我进去一看，发现伤口一样是4个，然后它就做到这里。根本没有做到下面跨韧带，就把你关起来定起来。一开始你觉得很有效，可是就像我讲的，你没有把韧带跨过去，它力量没办法传递过去，效果就很差。这就很像以前传统的拉皮，它都做到这里，没有做到内侧，没有做到鼻翼嘴角旁，效果就是不 OK。还有什么是假的？不能讲人家假的，就是不完全的内视镜额拉，关键就是这个地方。我在另外一个影片也有讲，我们的内侧这个地方有一个肌肉叫做皱眉肌，它就很像是底下有很多小的手，你可以想那个肌肉是很多触手，它从中间往你的眉毛散出去，一用力的时候就会把你眉毛往下扯。如果你今天在做内视镜额拉的时候，没有把这个肌肉往下扯的部分把它松开，我跟你说，很快，你本来拉上去的额拉被那肌肉扯啊，1-2年就扯下来了。事实上，这个是真的有医学研究的。他们发现你在做内视镜额拉的时候，这个肌肉松解的越完全，会让你额头拉皮的效果持续越久。可是我们也发现，就是几乎我只要接到外面来给我重做额拉，从其他诊所来的好多，他根本那个肌肉都原封不动。有的时候，要不是我看到他之前的手术伤口，我会想说，奇怪，你有做过吗？我怎么里面看到的都是好干净的？你要说这个是不是假的额拉，也可以这样子说。传统内视镜额拉关键要跨韧带，要松开肌肉。你只要做到这件事，它的确可以把你下垂的眼皮、眼尾都可以提上去，没有错。可是有很多的人，他因为长期眼皮下垂，所以他都会不由自主一直做抬眉的动作，他额头就产生了很多静态纹。那传统的内视镜额拉可不可以把静态纹去掉？去不掉。为什么去不掉？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影片。我们的额头一样分成3层。传统的内视镜额拉，它做的就是从骨末这个地方往上拉，它只做单一层，它只做深层。
可是我们脸上、额头的这些皮肤，它的问题是在浅层，所以传统内视镜耳拉没办法解决。但是我们现在做新式的内视镜耳拉是可以解决的哦。我们不仅可以改善你眼皮垂、眼尾垂，传统的内视镜耳拉做得到，我们都没有问题，都可以做得更好。你这些像刀刻一样的细纹，我们一样有办法帮你把它抹掉。因为现在新式的内视镜耳拉，它做的是双层耳拉，它做了传统内视镜耳拉的深层，还有把浅层的皱纹同时把它去掉。那其中以前呢，内视镜耳拉最头大川字纹，像这个很多人川字纹已经深到跟哈利波特一样，不是我的意思是说深到跟包青天一样，好像不管解释都不太对，深到像刀刻一样。人家说岁月像把杀猪刀在你脸上刻下纹路，真的就像那样很多人那个纹路已经像刀疤一样。这个在以前啊，很多人就会想说啊，我今天都已经来做传统的内视镜耳拉，这个纹路应该不见。对不起，传统的内视镜耳拉是做不到的，但我们现在可以。你看我们这些案例图，我们在做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把这些横的细纹去掉，这个直的纹路可以做到这种程度。这怎么做？就是我们在手术的时候，我们会同时取一小片筋膜，放心，这个筋膜完全不影响你的功能，因为筋膜这个东西我们脖子以上这到处都有。那我们在做内视镜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同时取一块，再用我们一个专利的器械，用这个器械呢，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筋膜放到细纹里面，穿到川字纹里面，就可以去抹平这个。我后来发现好多男生都是在做这个的，对啊，而且很多都是主管，因为很多人觉得他这样看起来很凶，不笑看起来很凶。也有女生来做这个，因为他们说这样子会影响到面相，很多这种没办法解决的问题。但我们在做新式的内视镜耳拉的时候，我们都可以同时用筋膜处理掉，抹平你这样子的一个川字的纹路，这是做得到的，这也是传统内视镜做不到。所以今天我跟大家介绍这个新式的内视镜耳拉，我常常会讲哦，你要弄清楚你做了什么手术，不然有时候被糊弄你都不知道。内视镜拉皮并不是一个新的技术，内视镜拉皮是什么时候发明的？应该很久了吧？因为好，内视镜拉皮是1991年发明的，到现在已经31年了。所以你知道我有时候还看到有些诊所在打广告，什么最新的内视镜拉皮啊，那其实是假的啦，其实可能他是最近才学会，所以是最新的。但是内视镜耳拉的确有新的方法，你怎么知道你做的是不是用新的方法？弄清楚几件事情，你才可以知道你做的内视镜耳拉是不是新的。第一个，它的伤口是不是可以随便改变位置？这个伤口会不会导致你的发际线反得越高越难看？还是它相反的，它可以帮你调整某些发际的位置？这很重要。第二件事情就是我们在做内视镜耳拉的时候，它可不可以同时帮你抹掉你额头的这些细纹，或者是它可以把你这个很深的川字纹把它去掉？这两件事有办法做到，它才是真正的新式的内视镜耳拉。你今天做内视镜耳拉，你除了注意这两个技术有没有做到之外，你还得要确认一件事哦，手术过程中有没有做到跨韧带，有没有做到松解这个肌肉。如果没有的话，那这其实是一个不完全的手术，甚至你可以说这是一个假的内视镜耳拉。你今天都已经有一个伤口，你总不希望效果只维持1-2年嘛？所以我们很强调一件事哈，其实这也是各位的权益。现在我们在手术当中我们会录影，内视镜耳拉对我而言这是很简单的手术，但你们都知道，我每次跨完韧带，我在松解肌肉的时候，我一定都会录影。那录影当中，当然你会看到你的脸嘛，你会知道，我们都是做真的，不是做那一种刚做完有效，回头几个月消完肿就没效。不，我们不做这种 fake lift， 我们不做假的拉皮，我们做的是 face lift。所以实证医学才正确，术中录影别忽略，没效才是最贵，想做要找专业。好，那我们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。如果各位看我们的影片觉得有帮助的话，你可以把这个影片推播给你的朋友。那你把它推播给你朋友，你跟我们的小编讲，我们小编呢会把我的那本著作《微整圣经》呢的电子档发给各位，我相信对大家也有一些帮助。如果你有一些私人问题想要问，你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面留言，或者是如果你想要比较私密的话，不想让人家看到的话，你可以再加我们的 LINE、微信或是WhatsApp，欢迎大家可以跟我们联络。今天节目到这边咯，拜拜。
变美的方式从仪器、注射、微创到手术有各式各样的方法。一个只会注射的诊所没法给你全面的处理，一个只强调手术的医师也不能给你完全的建议。提供全方面的知识，打破商业化的谣言，选择最适合的建议。